一个本该继承大统、前途无量的皇子，为何在被人暗算致残后，不仅不追究真凶，反而要拼死掩盖真相？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这场看似意外的悲剧背后，牵扯着一场足以动摇国本的储君之争。故事要从这位被誉为宫斗王者的令贵妃说起。此刻，她正因为教育理念和皇帝老公产生激烈争执。原来，令贵妃从不逼迫自己的儿子永远苦读诗书，反而带他四处玩乐，惹得皇帝大发雷霆。皇帝怒斥他，身为皇子不学无术，将来如何在皇家立足？但令贵妃却毫不在乎，她只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健康快乐地长大。在她看来，皇帝心中早有人选，储君之位非那个文武双全、人中龙凤的五阿哥永琪莫属，又何必让自己的儿子卷入这残酷的斗争呢？令贵妃一语成谶，五阿哥永琪确实是皇帝心中最完美的继承人。在皇家演武场上，他意气风发，枪法精湛，引得皇帝龙颜大悦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偏爱。在场的其他皇子，尤其是野心勃勃的四阿哥，眼中充满了嫉妒与不甘。他深知，只要永琪在一天，他就永无出头之日。一个恶毒的计划已在他心中悄然成型。很快，永琪为了向父皇展示国造火器的改良潜力，特意从鸟枪营借来一柄鸟铳进行演示。他想证明，只要加以改造，国产火器也能媲美西洋的碎发枪。皇帝对他的远见着实大加赞赏，期待着他的表现。然而，就在永琪点燃火绳准备激发的一瞬间，意外发生了。鸟铳在他手中轰然炸膛，巨大的冲击力将他瞬间掀翻在地，鲜血染红了演武场。天之骄子一朝陨落，整个皇宫都震动了。太医的诊断如同一道晴天霹雳，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。永琪的右腿经脉尽断，即便保住性命，也注定会成为一个跛子。一个残疾的皇子，意味着他将永远与皇位无缘。皇帝痛失最骄傲的儿子，悲痛欲绝。一时间，永琪的宫中人来人往，妃嫔福晋们的哭声此起彼伏。然而，在这片愁云惨雾中，唯独与永琪最亲近的令贵妃却表现得异常冷静。她没有第一时间冲到床前哭泣，反而独自一人来到事发现场。她太了解永琪了，那个办事向来小心谨慎，为了这次演练准备了整整半年的孩子，绝不可能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。她敏锐地察觉到，这不是意外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。为了查明真相，令贵妃立刻找到了深谙兵器的傅恒。傅恒检查了炸膛的鸟铳，推断意外可能是火星引燃了弹带所致。但令贵妃的一个关键信息却让这位沙场老将也倒吸一口凉气。原来永琪为了演练准备了半年，但他拿到这把赵氏的新枪仅仅才3天。那么他之前一直练习用的那把旧枪究竟去了哪里？答案不言而喻，枪被人动了手脚。与此同时，四阿哥的阴谋也初露端倪。他早已吩咐心腹，要在演武场上让永琪出个大丑，好让自己有机会在皇额娘和父皇面前出头。现在他的目的达到了，而且是以一种远超他预期的惨烈方式。带着满腔怒火与疑云，令贵妃终于来到永琪的病床前。此时的永琪为了躲避那些虚伪的探望，一直在装睡。见到令贵妃，他才卸下伪装。然而，当令贵妃说出这不是意外时，永琪的反应却让他如坠冰窟。他不仅不愿追查，反而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请求令贵妃就此罢手。看着昔日骄傲的儿子如今面如死灰，令贵妃心如刀绞。永琪流着泪说出了他残酷而清醒的抉择。他说，背后之人夺走的不是他的腿，而是父皇的宠爱和整个大清的未来。如今他已是废人，对方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如果再查下去，必然会牵扯出自己的某个兄弟。父皇已经失去了他这个儿子，难道还要再眼睁睁看着另一个儿子被处死，上演一场手足相残的人间惨剧吗？他宁愿自己背负所有痛苦，也不愿让父皇和整个国家陷入更深的动荡。那一刻，他心中虽有万般不甘与怨恨，却选择了用牺牲自己来成全大局。面对儿子这番泣血的恳求和那双饱含痛苦与决绝的眼睛，这位在后宫中从不认输的女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。是尊重儿子的成全让凶手逍遥法外，还是不顾一切掀起一场更大的风暴，为他讨回公道？
皇上，你别乱动了，待会儿臣妾睡觉。到底是你伺候朕，还是朕伺候你呀？这个问题你都问了10年了，还不烦腻啊？哎，你知道皇后今天说了什么吗？臣妾什么也没干。你呀，自己荒唐不算，还带着3个孩子都荒唐，惹得紫禁城的阿哥格格都羡慕，恨不得都有个像你这么糊涂的娘，带着他们一起无法无天。哦，怎么不请罪啊？皇后娘娘是不是怪臣妾太放纵孩子们，没个礼仪规矩啊？明知道不合规矩，你还这么做？昭华、昭瑜都是皇上的女儿，将来要么和亲，要么笼络下臣，总归是要出嫁，这是皇室公主不可推脱的责任。臣妾只想让他们拥有短暂的快乐，哪里不对啊？好，朕可以不管2个女儿。那永琰呢？啊？自大清入关以来，哪位皇子不是卯入申出，文武兼修？永琰是朕的儿子，你凭什么带着他四处乱跑，荒废了学业啊？他是您的儿子，也是我的儿子，我有权选择怎么教育他。你这是胡搅蛮缠！你站住！回来！你给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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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！皇上，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啊！皇儿。摔着了吗？啊，叫你任性啊！该。哎，刚才扭着腰了吧？都多大岁数，还跟小孩一样，叫你冲动，该。你才跟小孩一样呢！啊，这站起来就往外跑，要是换了别人啊，脑袋都不知道掉了几回了。我不怕，要皇上杀了我的头，回头该想我了。那个时候啊，脑袋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皇上就把璎珞的脑袋挂在床头，闲着无聊的时候，我还能陪您说说话。哼，脑袋朕可不要，瘆得慌。起来，上床来，给朕揉揉。哎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怎么不说话了？永琰小时候体弱多病，满屋子都是药味儿，我看着很心疼。所以，孩子成不成才，一点都不重要。我只想要他好好的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您所有的儿子里，永琰不是最有灵气、最聪明的，但我只要他最快乐、最健康，这就够了。永琰是皇子，我知道。你出身市井，自然不懂皇家艰难。富贵之家，
可以有荒唐子弟，皇家要出了一个，便要青史留名啊！永远是个好孩子，别荒废了。再说了，这旁人都想儿子能有出息，你就不想啊？皇上，您不是早就看准了五阿哥吗？哎，妄言朝政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事儿，您又何必再遮遮掩掩啊？在这一众皇子中，永琪是最出色的，上上下下谁不心悦诚服啊？所以，您就放过永琰吧，让他高高兴兴的长大。你倒是没野心。换句话说，没出息。反正谁是未来的储君，我都不怕。只要皇上身体康健，长命百岁，有您在的一天，便可护我们母子平安啊！真喜欢听你这话。怎么了？啊，臣妾刚才腰也砸到地上了。明儿起啊，不许再干扰永琰读书，听见没？这儿。这张年画好看，本宫喜欢。这是什么？粽子糖？还有粽子糖可以吃啊！令母妃，这粽子糖是给九妹的。瞧你，瞧你，太偏心了。不光本宫什么都没有，妹妹们的也比小15的少了那么多。七妹九妹有太后疼着，吃穿用度都是宫里最好的。哎，可小15她……小15有本宫和庆妃疼呢。庆妃在生活上无微不至，自然是好的。至于您，儿臣还是不要指望了。本宫怎么了？您怎么了？您除了带着小15到处疯跑，连累他被皇阿玛责备，您还干了些什么呀？自从上次皇上骂了本宫一通，本宫就再也没带小15逃过课了。您什么都爱瞒着，可儿臣心里明白。15小的时候身体不好，您带着他疯跑了2年，这无可厚非。可现在他是个健康的孩子，他不能一直这么混下去。身为皇子，不学无术，将来如何立身处世？他长大以后要怪您的。以后儿臣带着他念书。本宫知道了。今天不是有火器演示吗？你赶紧走吧。这些礼物全部留下，本宫亲自送给他们。真的？真的。快走！你看到那小气劲儿吗？我就是打算全部媚下了。不用了。2位格格和15阿哥的礼物今早已经送去了，这些都是您的。刚才5阿哥是在逗您呢。4阿哥，皇阿玛嘱我跟5弟去苏州办事，回来的时候特意带了许多特产，想要送给皇额娘。4阿哥来的真不巧，皇后娘娘晌午过后就开始不舒服，已经歇下了。请太医了吗？娘娘这是老毛病，歇一歇就会好的。哦，那我从演武场回来，再来看皇额娘。
是二阿哥，读书习武固然重要，但是皇后娘娘最近心情不好，您有空不妨多来看看她，有您陪着，她才能展颜啊。甄姑姑放心，永基记住了。四阿哥，等等，四阿哥，四阿哥，四阿哥，您等等奴才，四阿哥。军中，奴才在。你去帮我办件事。啊！皇阿玛如此看重永琪，他若出了大丑，我便能够出头。到那时候，皇额娘才会对我另眼看待。皇上，五阿哥的枪法越来越精妙了。永基，你的枪法如何？皇阿玛，儿臣远不能和五哥相比，但儿臣有信心，用不了半年，儿臣也能正中靶心。这人呐，最怕的就是没有志气。等你中了靶心，朕就把那支微节枪赠予你。谢皇阿玛，儿臣一定好好练习。皇阿玛，你这枪打得不错嘛，啊？是儿臣运气好。这是什么话呀？这柄枪是碎发枪，而不是鸟铳。如果是鸟铳，只怕正面对敌，儿臣都打不中。永琪啊，当年圣祖皇帝征服噶尔丹，大军装备的鸟铳立下了不世之功。现在鸟枪营配备的鸟铳，可比当年圣祖皇帝的火器更精良。可是我们自己制作的鸟铳和英国进贡的碎发枪，差距异常明显。不一样是火器，又有什么区别？鸟铳需要点燃火绳，遇到下雨天，火绳湿了，点不着；遇到刮风，传火药又会被吹散。这样一来，还如何打仗？富康，你连这个都跟他聊了？阿哥关心军事，本就是件好事。奴才只是实话实说，竟没想到阿哥能举一反三。皇阿玛，儿臣斗胆说一句，我们的碎发枪、来复枪全都藏于皇室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如果能大量推广碎发枪，必定能在战场上大显神威啊！目前皇室使用的碎发枪，全部都是从西方进贡而来。若是想大批量生产，几无可能。再者说，碎发枪枪身过长，装饰又太过华丽，适合战场使用吗？皇阿玛，几无可能，并非绝不可能啊！装饰华丽，全部舍弃。可以邀请懂火器的西洋技师重新改造。哦，对了，皇阿玛，儿臣刚才从鸟枪营里借了一柄鸟铳，试一试便可知其差距。好，你是个真看。快试试啊！永琪，张院判，五阿哥伤势如何？回皇后娘娘，臣刚给阿哥止了血，只因伤势太重，人至今未醒。以后会怎么样？朕在问你话。
如实回答。回皇上，这鸟冲走火的时候，伤了五阿哥的右腿经脉，就算将来这右腿康复了，也很难康复如初。你说五阿哥的右腿会落下病患，那可以正常走路吗？皇上，臣定竭尽所能救治五阿哥，只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其他的，臣真的不敢保证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张远盼真的没有其他的法子。回皇后娘娘，鸟枪营内，每年因鸟冲走火而伤及自身的，乃至丢了性命的，也屡见不鲜。吴阿哥能保住一条性命，实属是老天庇佑了。再者来说，这天气是越来越热，伤口容易感染，主要在精心护理上，其他的，臣真的不敢保证。这么好的一个孩子，真是可惜。娘娘，如今人人都去探望五阿哥，您向来与他最亲近，这会儿应该去探病啊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探病就可以让人康复吗？一个个就知道围着病床嘘寒问暖，除了烦扰病人，根本毫无用处。不如干点有用的事。您到底要干嘛呀？贵妃娘娘，傅恒大人，贵妃娘娘，这鸟冲是我阿哥派亲信从鸟枪营借来的，就这一柄。鸟冲总重8斤，你不会用，来，我来试给你看。你看，想要发射，就必须先点燃火绳。战场上士兵会同时点燃火绳的2端，以确保这枪能够顺利发出。等等。我在战场上使用过鸟冲，不会有事。当时永琪点燃了火绳，就发生了爆炸，是吗？以我的推测，风吹起的火星瞬间引燃了他背在身上的弹带，才会导致意外发生。你认为真的是意外吗？璎珞，林贵妃，平日里皇室使用的都是大内珍藏的碎发枪，这种枪大多来自西方进贡，远比鸟冲更精准、更安全，但并没有普及到兵士中间。士兵们用的依旧是比较落后的鸟冲，又叫火绳枪。这种枪在运输和使用的过程中极容易发生事故。光是今年处理的事故就有46起，受伤的士兵多半当场死亡。五阿哥与他们相比，算是极其幸运了。都是怎样的事故？使用不慎，占8成。我总说永琪迂腐，因为他办事小心谨慎。你知道他为了今天的试炼，练了多久吗？他提前半年就开始练习。他并不是心血来潮。你确定是半年？对。新枪是在3天前领用。
那他一直使用的枪有什么问题？五阿哥醒了之后，即刻派人去承乾宫报信。是，皇后娘娘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往日五阿哥往延禧宫跑得最勤，可他出了事，你却是最后一个来探望他的。到底有什么事那么重要，连看望阿哥一眼都那么难？探望病人固然重要，抓捕凶手更重要。此事是意外，皇后娘娘何以如此肯定？令贵妃，五阿哥受伤，你心情不好，本宫可以理解。但鸟枪营每年不知发生多少意外，你口口声声说要抓凶手，到底是何用意？皇后娘娘多虑了，臣妾不过顺口一提罢了，哪有什么用意？臣妾要赶着看望五阿哥，就不耽误娘娘了。奴才恭送皇后娘娘。在外面守着。这。臣见过贵妃娘娘，五阿哥还没醒呢。张院判，烦您找人备盆热水和手帕，督促工人将药快些煎好送来，让他们再备套新的寝衣。是。醒了。果然什么都瞒不过烈母妃呀。刚才为什么装睡？别提了，儿臣的妻妾过来哭了一通，皇上的后妃们又过来哭了一通。儿臣要是当时醒过来，他们还不得更哭得天昏地暗？连儿臣躺的这张床都要飘走了。令母妃，儿臣知道你不会哭的，别让儿臣失望。永琪，对不起。令母妃，这只是意外。这绝对不是意外，是有人。令母妃，儿臣说过了，这只是意外，就到此为止吧。可你知不知道，从今以后，你的腿……不用他们说，儿臣自己心里也明白，这腿怕是废了。你就不想讨回公道吗？他们要夺走的不是儿臣的腿，是皇阿玛对儿臣特别的关注和宠爱。大清的地位不会交给儿臣这个残废，皇阿玛哪怕再疼爱儿臣，他也不会拿大清的体统做赌注。背后之人甘冒大险，拼力争储，他又是为了谁？再查下去，怕是要牵连到儿臣那些兄弟们。额娘说，让儿臣做个正直的人。但就在刚才儿臣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的时候，
儿臣心里滋生的全是恶意啊！儿臣恨背后的人，恨这场意外，儿臣甚至嫉妒那些健康的兄弟们。从今以后，儿臣再也不能正常的站在他们身边，儿臣再也不是皇阿玛最骄傲的儿子了。但儿臣不能追究，不能去查，因为查下去的后果是皇阿玛和大清都无法接受的。他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，不能再失去另一个。